我叫陈远，年薪50万的集团高管，却活得像个牛马。前阵子，老家爷爷留下的老宅拆迁，补偿款到账2800万。回来了。老公，我弟看中了华同小区一套2居室，定金交了8万，现在还差96万，你看看我们还拿得出多少钱？你刚才说还差多少？96万啊！甜甜家那边都放话了，没房就不结婚。再说了，现在哪个姑娘结婚不要房子？苏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不就96万吧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的房贷还没还完呢。我们的房贷1个月也才1万2，我们俩的工资还这点钱绰绰有余了。你帮的还不够多吗？2个月前，你说甜甜过生日拿着我的卡给你弟刷了5万8的项链。小姑娘过生日嘛，我弟好不容易谈个对象，不得哄着点儿。半年前，你又说他做生意拿了25万本钱。做生意哪有稳赚的？有赚有赔很正常。我弟就是运气差了点儿。年初你又说你妈腰椎要动手术，住院费还差18万，说算我们借的。可这些钱到现在1分都没拿回来过。那是我妈养我这么大，出点医药费怎么了？再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老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是啊，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爸妈呢？你逢年过节有孝敬过1次我爸妈吗？当初我爸妈大老远来市里，你宁肯让他们住宾馆，都不肯让他们住在家里。陈远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苏婉，我们是夫妻，不是你家的提款机。陈远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不过是帮了我家几次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我困了。2800万，苏婉，我倒要看看你嫁给我的到底是我这个人，还是我能赚钱的本事。所以那天你请假半天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？对，那天就是去城南旧改征收办公室签字。拆迁不是好事吗？按理说你该高兴才对。补偿多少钱？2800万。2800万倒也还……等等，什么？2800万？我操！你别逗我。没逗你，钱昨天刚到账。你是真该死啊！2000多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告诉苏婉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。也是，你丈母娘那个人，还有你那个小舅子，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赵磊，我想试一次。你想试什么？我想看看，要是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会怎么选。阿远，你要知道，人性可经不起考验，更何况你们还是夫妻。可我就是想知道答案。万一答案不是你想要的呢？要是那样，我也只能自认倒霉。行吧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是公司的人事主管，我需要你帮我弄一封裁员通知。我打算跟他说被公司裁了。这个简单，只是你准备什么时候跟苏婉开口？今晚。阿姨您放心，装修的事儿我们肯定考虑。对，甜甜喜欢北欧风是吧？没问题，都听她的。甜甜他妈打来的，说96万不够，还得加装修费，全屋翻新加家具家电，至少还要30万。所以现在一共要多少
装修2家一边出一半就是10万，加上之前的定金，一共111万。111万，苏婉，我们拿什么凑？我已经算过了，110万我们还是能凑齐的。我们先把能取的存款取了，信用卡套一部分，要是还不够的话，再找双方朋友借点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借？你弟结婚，我们掏空斗底还不够，还想让我们出去借钱？借点钱怎么了？我就这一个弟弟，难不成看着他打刮棍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以后我们生病了、出意外了，手里连救命的钱都没有怎么办？呸呸呸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能出什么意外？陈远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胆小怕事？晚上吃面条行不行？家里没什么菜了。都行。怎么不吃？面都坨了。苏婉，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今天被公司裁了。你说什么？裁员，整个项目组都砍了，我也在里面。今天人事找我谈的。不可能！你骗我的吧？你在你们公司不是一直表现挺好吗？怎么会被裁？陈远，你是不是不想给我弟买房，故意编这种话骗我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苏婉，你什么意思？妈，我们这边暂时遇上困难了。困难？你能有什么困难？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你嫁了个好老公？小杰就你这一个姐姐，你可不能不管她。妈，我也想管，只是现在我们也很难。苏婉，你这是翅膀硬了是吧？你家陈远可是公司高管，一年收入大几十万的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弟这门婚事要是因为钱的事黄了，你以后也别回这个家了。妈，陈远他被裁员了。裁员？不可能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你骗谁呢？我看他就是不想掏这个钱。苏婉，那房子我可是交了8万定金，人家卖房的说了，定金不会退的，所以这房子那是一定要买下来的。我真的没办法了，妈，没办法也得给我想出办法来。我不管你们是去借还是去干嘛，反正这房子一定要买。你弟要是结不成婚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咱们家？以后亲戚面前，我这张脸还往哪儿放？回来了。你妈怎么说？她说定金不能退。我问的不是定金。陈远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弟的婚事，你妈的面子，比我们的日子还重要，是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跟我妈说，再想想办法。那你想吧。这张卡里有72000，72000，这笔理财明天到账12万。你弟那边呢？先放一放。但是定金8万，你刚刚说先放一放。我知道，可定金是不退的，8万块总不能就这么白扔了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笔钱还是得想办法补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还管不管我了？甜甜他妈都发话了，这个月底之前房子不到位，婚事就算完了。小杰，我不是不管你，是我现在也困难。知不知道我为这对象花了多少钱？你要真给我搅黄了，我跟你没完。要不我们把车抵押了吧？苏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
先把车抵押掉，帮我弟把这个难关过了。他让我把车抵押了，把钱腾出来给他弟买房。他疯了吧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来了。陈远也在啊。刚好在家。妈，你这是来找苏婉的？是啊，来看看小婉。那您和苏婉聊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婉婉，妈想过了，你弟这婚事真不能再拖了。咱老刘家就小杰一根独苗，可不能断了后啊。妈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你也知道我1个月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哪有钱？陈远这么多年肯定存下了不少钱，你让陈远那边先拿出来给你弟应应急。妈，那是他的。什么你的他的？你们是两口子，他的钱不就是你的钱？再说了，你弟又不是不还，等他把婚一结，日子一安顿下来，挣了钱自然就还你们了。他上次那25万还没还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那是你亲弟弟，你跟他还算这么亲？婉婉，妈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不想管这个家了？不是的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就按妈说的办，让陈远先拿100万出来，剩下的你弟那边再想办法凑一凑。妈，你让我怎么开这个口？怎么就开不了这个口？难道你不是他老婆了吗？可是陈远已经失业了，他存下的钱还要还房贷和要家里日常开销，这笔钱要撑着我们过接下来的日子。苏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小杰的婚事在你眼里就一点都不重要？小婉，你要是连这点忙都不帮，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老公，要不你帮帮我弟弟吧？怎么帮？这些年你也存了不少钱。苏婉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帮的不够多吗？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。苏婉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，别给我装听不见。开门吧。苏婉，你现在连我的话也不听了是吧？妈，不是什么不是？你弟的婚事你就这么不上心，你还是不是他亲姐？你自己看，婚宴酒店的定金2万，房子那边又是8万，整整10万块。你今天要是不管，这10万就全打水漂了。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甜甜那边已经发话了，这个月底房子要是不到位，他妈立马就让他去相亲。我都26了，再拖下去，还有谁愿意嫁给我？妈，我也想帮啊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？难道陈远还没办法吗？妈，我是存了点钱，但那钱是我们接下来的房贷和生活费，这钱不能动。陈远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什么房贷费、生活费，有小杰的婚事重要吗？就是，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姐弟俩拉扯多不容易，我姐帮衬我一下怎么了？苏姐，你26了，你结婚买房自己掏过1分钱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管得着吗？婉婉，妈就指着你了，
你是妈唯一的女儿，你不帮苏杰，谁还能帮她？你再好好想想办法，这是咱们苏家的大喜事儿，不能黄啊！你弟这辈子能不能成家，就看你这个当姐的了。我妈她让我再想想办法。苏婉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不是只给你妈当女儿，你也有自己的家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妈那边……苏婉，我今天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我。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连饭都快吃不下了，你还会不会把钱给你弟？我存的钱，我也不会花在外面，那都是这个家往后能不能撑下去的命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想对不起你，我也不想不管我妈。他不是不知道怎么选，他只是7年都在这么选，选着选着就成了习惯。擦擦脸。陈远，你说我妈她真的爱我吗？吃早饭吧。陈远，我昨晚想了一宿，我想好了，你的钱1分都不动。我弟那边，我会跟我妈说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让她自己想办法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这些年我给我妈打了多少钱，其实我心里不是没数，我只是不敢去算。我怕真算出来，我会发现自己特别傻。你说的对，这些年我帮他们已经够多了，我也有自己的家了，不能事事想着他们。你能这么想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你要是拿不出买房的钱，那以后你就别想再回这个家认我这个妈了。原来，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一个钱罐子。妈，首付的事我真的没办法了，陈远被辞了，我们房贷都快还不上，苏杰的事让他自己想办法吧。陈远，我发出去了。好。他怎么还不回我？以前我给他发消息，他都是秒回的。因为他生气了。我知道，可他不回我，比骂我还难受。姐，你刚才跟妈说什么了？她现在在家哭，说白养了你这个女儿。婉婉，怎么回事？你妈刚给我打电话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婉婉，家里的事都能商量，你别把你妈气坏了。别看了。陈远，他们每个人都说我错了，可我到底错哪儿了？我错在不该答应我妈吗？我错在没钱给我弟买房吗？还是我错在没把命都给他们？以前每次我妈骂我，我都会哭一晚上。第二天起来，我还会主动给她打电话，跟她道歉。可这次，陈远，我不想再跟我妈道歉了。
哥，你看我没说错吧？婉婉现在连妈都不肯叫一声。哼，小陈，今天我们过来找婉婉说点事儿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大舅，婉婉是我的老婆，你们说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听的吗？哥，你看到了吧？他眼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长辈。姐，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，彩礼单、婚宴合同、定金收据全在这儿。婉婉，你爸走得早，苏家就剩你弟这一根独苗，他要是连个家都成不了，你让你妈以后怎么合眼？婉婉，妈以前是急了点，说话重了点，可妈是为这个家呀。你是姐姐，你现在日子过好了，拉你弟一把，有那么难吗？大舅，房钱的事儿，我2天前已经跟我妈说清楚了，我没办法。今天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，我还是这句话。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苏婉是女儿，是姐姐，但她不是苏杰的提款机。姐，你真要这么绝？苏杰，你26了，你的人生不能每一步都让我买单。我们下午还有事儿，就不留各位吃饭了。苏婉，你今天这话，妈记住了。这不是你的债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都是我转出的。7年，你给娘家转账、垫钱、刷卡、借款，一共83万6千。多少？83万6千。我们这套房子首付也不过这么多。婉婉，你给出去的钱够再买一个家。我怎么会花这么多？每次明明都只是一点点。一点点最可怕，因为你每次都觉得还能忍。我妈每次都说很急，说苏姐等钱用，说这事儿拖不得，说我不帮就是没良心。我真的从来没敢算过。陈远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忍我？我不是忍你，我是等你有一天能亲眼看清，你妈生你养你是恩情，但恩情不是一张无限透支的卡，人情可以还，债也可以还，可不能用你一辈子的日子去还。我想再看一遍。好。小苏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家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怎么了？昨天你二姨给我打电话，她问你在公司是不是不敢说话，是不是在家受委屈？她还说什么了？她说你老公不让你跟家里联系，反正什么话都有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张姐没有的事儿，我很好，我家陈元对我也很好。那就好，真有事儿一定跟姐说。怎么了？我妈在老家说你打我。又开始了？不止老家，我二姨、小姑、大舅妈，还有我同事，她都打了一遍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发朋友圈澄清。没用，你发一条他能哭10场。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吗？谁问你就只说一句话。家里的事儿我自己处理，谢谢关心。我自己处理。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亲戚都信我妈不信我？因为她永远先哭。那我以后不陪她哭了。我找你们负责人，
陈远在你们这儿干了这么多年，说走就走。先生，陈远先生已经离职了，您有事儿可以留言。留言有用吗？他欠我钱。我姐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她说辞职就辞职，还想赖账，欠我们100多万，说没就没了。大家看看啊，我来替我姐讨公道，他们直接叫保安，有钱人欺负人就是这么欺负的。先生，请你马上离开，你这属于扰乱办公秩序。我怕你们啊。如果你非要这样，那就是寻衅滋事了，那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。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姐，我今天去姐夫公司了。你去他公司干什么？他已经离职了。我就去问问情况。甜甜那边真的逼得紧，再不买房他就要跟我分了。姐，你再帮我想想办法，就最后一次。我说了，我没钱。你没钱？姐夫干了那么多年高管，他能一点存款都没有？姐，你是不是被陈远洗脑了？妈说的对，你现在就是胳膊肘往外拐。苏姐，你今天去他公司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是我老公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丢人我也丢人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次闯祸都是我在收拾？你走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苏婉，你别后悔。婉婉，你妈跟我们说，你们两口子最近闹得厉害。各位长辈好，既然今天人都到齐了，那有些账就当面算清楚。这是7年来苏婉给娘家的转账明细，一共83万6千。啊！哎呦，这么多！哼，女儿孝敬妈，有什么好算的？这是苏杰年初拿走的25万，对外说做生意，实际上谁知道拿去干什么去了？你胡说！胡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反正钱给你了，但是现在花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不管花了多少，那也是我女儿愿意的。她嫁到你们陈家，连挣的钱都不能管她亲妈啦。妈，苏婉挣的每一分钱我没拦过，但我们每个月房贷1万2，生活费5000，我们不是金矿，我们也要活。桂芬，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。你说什么？80多万，搁谁家都不是小数目。苏杰24了，该自己立起来了。你们都不向着我，行，你们不帮我是吧？等我真完了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刘桂芬，你给我下来！亲家母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楼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是来退婚的。这好好的，怎么说退就退？好好的，你儿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当我们家不知道？我们甜甜嫁过去是过日子的，不是给她还债的。阿姨，那都是别人乱说的，我没有。你骗别人行，别骗我。彩礼礼金我已经让甜甜她爸退回去了，以后两家别联系。妈，怎么办啊？都怪你姐，她要是早点拿钱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什么人啊？这是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姐，甜甜跟我分手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他不是因为我才跟你分手的。也好。这菜看着也不咋地，还卖这么贵。桂芬，你女婿家是不是发财了？什么发财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青石巷那一片全拆了，赔老多钱呢。听说17号院赔了2800多万呢。那不就是你女婿陈远爷爷留下的院子吗？哦，那个啊，我知道，没赔多少，就是走个程序，是吗？那你可得问清楚。
小陈啊，是妈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想问问你和婉婉最近好不好？挺好的。工作也别太着急，慢慢找。年轻人嘛，哪有过不去的坎儿？对了，小陈，妈听人说你爷爷那套老房子好像赶上拆迁了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那赔了多少啊？产权还有争议，流程没走来，赔不赔、赔多少都说不准。这样啊，没事儿，慢慢来。周末妈请你们吃饭，带上婉婉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聚聚。好啊。看来老宅拆迁的事情还是暴露了，不过也好，我正好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姐夫来了。不对劲，我妈从来不会这样。没事儿，看他表演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说几句心里话。上次的事儿是妈不对，妈当时急了，说话难听。婉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她居然会道歉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你要是真不管这个家，妈心里难受。但妈后来也想明白了，你们小两口的日子也要过。苏杰的事儿，就让他自己想办法。姐夫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不该去你公司闹，也不该逼我姐，我跟你道歉。坐吧。对了，小陈，上次说的那个拆迁怎么样了？还在走流程，有结果了会跟婉婉商量。对，当然是你们小两口商量，妈不惦记。不过苏杰这婚事儿确实也是个坎。甜甜那边虽然退了，但孩子总得成家。小陈啊，你要是手头哪天宽裕了，多少帮衬一点。妈，我现在没工作，手头不宽裕。没事，以后再说。行了，我知道。等陈远那个拆迁款下来，我妈肯定能要来。你放心吧，我姐那个人好拿捏，我妈一哭二闹，她就怂了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。这次她要是不拿钱，我妈就天天去她公司闹，亲戚轮番打电话，看她能撑多久。陈远，我在走廊听见苏杰打电话了，他说等拆迁款下来，我妈一定能要来。他说我妈去我公司闹，是为了逼我拿钱。他说我好拿捏，好拿捏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告诉你不会信。你说的对，以前谁跟我说我都不会信。在他眼里，我不是女儿，我是最好用的那张卡。陈远，以后我不会再给他1分钱。小苏，买菜回来了。吴叔，您刚溜达完？是啊，我消消神儿。小苏，你们家这回是真要翻身了吧？什么翻身？还跟我装呢！青石巷那边拆迁，你老公爷爷留下的院子赔了不少吧？吴叔，您说的是哪个院子？17号院啊，我表姐就住青石巷，上周刚搬，她说补偿款早下来了。你家陈远得了2800多万呢。怎么了？青石巷拆迁到账了2800多万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陈远，你别骗我。是真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怕我告诉你以后，这笔钱会变成苏杰的婚房，变成你妈的养老钱，变成所有人嘴里你应该拿出来的东西。你怎么能不信我？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敢信那个被你妈养了30年的苏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信我吗？从你说再也不给他1分钱那天起，我就信了。陈远，那我能不能先申请一笔钱？我想先把我们的房贷还清了。批准。
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进来，排骨马上就好。怎么又瘦了？是不是小远没照顾好你？没有，妈，他挺好的。你妈那边的事儿，小远跟我们说了。孩子，别怕，日子是你们两口子过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你们把自己的小家过好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。妈，我以前总怕自己做的不够好。在这个家，不用靠讨好换位置，你进了门就是家里人。多吃点儿，你爸一大早去菜市场挑的，说你爱吃这个。哭什么？排骨太咸啦？不是，很好吃。好吃就好，以后有空就回来，妈给你们做。听说你失业了？没呢，只是暂时休息一阵儿。你们小家用钱的地方多，真撑不住了，跟我和你妈开口。爸，爷爷那个院子拆迁的事儿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一点，钱已经到账了。那是你爷爷留给你的，你自己做主。爸只有一条，别亏待婉婉，这孩子吃过苦，心还没坏，不容易。这孩子这么晚回来，又忘记带钥匙了。刘桂芳，你儿子欠我们40万，这是借条。这是小杰借的钱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联系不上你儿子，只能找阿姨您了。不可能，小杰怎么会借你们的钱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您儿子心里最清楚。阿姨，您别害怕，我今天过来就是通知您一声，还有3天时间，您儿子要是再不还钱，就只能法庭见了。40万，我拿什么还啊？妈，什么事啊？苏杰，你在哪儿？你跟老娘滚回来！你什么时候借了40万？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前段时间做电商生意亏了，为了填补亏空，不得已才借钱的。人家都找到家里了，说3天要是还不上就把你给告了，白纸黑字，那让我怎么办？妈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！怎么帮？40万？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弄40万？妈，你去找姐啊！姐夫不是有拆迁款吗？对啊，陈远有拆迁款，不管他之前怎么推脱，现在儿子走投无路了，他还能不管？好，你不管，我就让全天下都知道你们见死不救。婉婉，妈求你了，妈求你了，救救你弟吧！你弟欠了40万，人家说再不还钱就要把他送进去啊！你爸走得早，妈一个人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大，他要是出事，我也不活了。婉婉，你是他亲姐呀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各位街坊，既然大家都在，我也把话说清楚。这7年，我老婆苏婉给娘家拿了83万6千，她弟3个月前拿走25万，说做生意，实际全拿去赌博。现在这40万，也是苏杰自己欠下的，跟我们这个小家没有关系。80多万，这不就是吸血吗？哪有这么当妈的，把女儿往死里扎？你少装穷！你拆迁款2800多万，你有钱不拿出来，你就是见死不救！对，我有2800多万，但那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我有权决定怎么花，我不会拿1分钱去填苏杰欠下的窟窿。苏婉，你说话！妈，苏杰欠的债让他自己还，我不会还。走吧，再晚电影赶不上了。苏婉，你没良心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他刚才哭了。他不是为了你哭的。我知道。
一张去南方的票，具体去哪儿越远越好。今天的，立刻能走的。？220。妈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去南方打工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再回来。你走了，那些要债的怎么办？你就说找不到我，实在不行你也搬走。你个没良心的！妈为了你都快给人跪死了，你就这么跑了？行了，妈，我也没办法，你多保重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现在开始检票，请携带好您的行李，到检票口排队检票上车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刘贵芬是吧？你儿子欠的4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实在没地方去了。婉婉，妈知道以前是妈不对，家里房子卖了，给小杰还债。我就住几天，找到房子，我马上走。妈，我不能让你住进来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因为你住进来就不会走了。不会的，婉婉，妈保证。这7年，每次你说就这一次，可每一次后面都还有下一次。我不恨你妈，但我不信你了。行，妈知道了。妈，这里面有5000块，是我自己的工资，够你租个能晒太阳的小房子。以后我会尽到我的义务，给您养老的。但苏杰的事情，我真帮不上。谢谢。哟，陈总，深夜不睡觉，这是在炸厨房吗？瞎说什么？我这是在煮红糖鸡蛋。赵磊说他媳妇加班回来就吃这个，补气血。陈总，你做的黑暗料理能吃吗？虽然说卖相不太行，但理论上还是能吃的。怎么样？嗯，是什么意思？比我妈煮的面条好吃。以后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；不会的，我学。陈远，你以前怎么没学过做饭？以前你也没说过想吃什么。那是因为我不敢说。以后我敢了。那就好。你这样天天加班不是办法。我知道。要不要辞职？
婉婉给的5000块，付完租金和押金，现在已经见底儿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小杰跑了，房子卖了，以后我还能指望谁？杰哥，你以前真是开公司的？那还有假？没想到杰哥你竟然也沦落到工厂打螺丝。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总打螺丝呢。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没办法，投资失败赔光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亲戚朋友借点东山再起？是啊，杰哥，哎，在这流水线上一天干12个小时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不懂。要不是外面欠着债，谁会愿意离家出走？完蛋了，那群人居然把我告上了法院。我在工厂这边有身份备案，到时候他们肯定会通过警察找到我的下落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你真不打算回去上班了？不回了，那份工作我做了7年，早就做到头了。那拆迁款你打算怎么安排？拿出一部分做投资，剩下的存着。苏婉那边，他知道你有2800多万之后，没什么变化吧？你想问什么？我是说，他有没有像以前那样想着把钱往娘家拿？没有。房贷还清之后，他主动说，剩下的钱他一分都不管，让我自己做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现在工资卡自己拿着，每个月留够生活费和零花，剩下的全存起来，说是要攒一笔属于自己的钱。看来他这是真变了。人在挨了足够多的打之后，总会变。当初你拿婚姻当赌注，我还认为你疯了。结果是好的，不是吗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创业，和苏婉一起。这也算我们夫妻俩的一次尝试。口气不小，有把握吗？说实话，没什么把握。不过，我在管理层待了那么多年，苏婉也在一线工作那么久，我看项目，苏婉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夫妻同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？有钱人的底气就是不一样。这和有钱没钱没关系，主要是能和苏婉在一起，这就值了。陈总，你这肉麻的情话还是回去和苏婉说吧，我可不会感动。小苏，你这阵子怎么天天看书？我想考个高级设计师证，多充充电。有上进心是好事儿，但也别太累了。看你最近都瘦了。瘦了吗？我家陈远还说我最近变得精神了呢。你家陈远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苏婉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下个月公司要竞标一个大客户的设计项目。我看了你最近交的几个方案，进步很大。你有没有兴趣加入竞标小组？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最近的设计方案思路比以前开阔了很多，细节处理也更成熟了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。这个项目如果拿下来，项目组成员年底统一发绩效奖金，表现突出的优先提职级。谢谢李总，我愿意试试。以前我总觉得
自己就是个普通设计师，没什么大出息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不是没本事，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变得更好。刚才客户那边来了反馈，我们的方案他们很满意，但还有一个细节需要优化。李总，关于那个配色的问题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苏婉，你上来讲一下。我们的方案优势在于，它完美平衡了品牌调性与市场需求。等一下，苏婉，这个方案不用改了，你直接把原文件发给客户对接人，标书里配色部分全部换成这一版。全部？全部。客户之前说他们想要年轻化又不失格调的感觉，你这个方案正好对上，做得很好。苏杰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们已经知道你在蓝天工厂打螺丝了，劝你好自为之。小苏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方案太绝了，你知道吗？李总在会上很少直接定方案不改的。我只是正好想到了一个方向。你就别谦虚了，你现在可是咱们部门最亮眼的新锐设计师。张姐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小苏，有事你去忙吧。姐，救救我！你又怎么了？姐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在工厂里累死累活，还没有几个钱，实在干不下去了。你借我2万块钱吧，不然我……钱，永远只有钱。以前我是伏地魔，是娘家的提款机。现在，我只想做我自己。老公，之前我是不是很讨厌？7年，每一次我给我妈打钱，你都没拦过我；每一次苏杰闯祸，都是你在后面帮我收拾。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声谢谢。你不是让人讨厌，你只是被原生家庭所影响。赵磊跟我说了。说什么？说你那天去找他，说你告诉他，你得试一次，不然这辈子都不会甘心。说你把婚姻当赌注。那时候，你是不是已经做好离婚的准备了？我做的是最坏的准备，但我赌的是最好的结果。老公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奶奶的80大寿要到了，什么时候？下周6。姑姑跟我说，不管家里闹成什么样，奶奶的大寿总要回去一趟。你想回去吗？奶奶对我挺好的。小时候我妈偏心苏杰，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弟弟，奶奶就会偷偷给我留一份，藏在她床头的铁盒子里。后来我上大学，每次回家，奶奶都要塞钱给我，20块、50块，都是她攒下的零花钱。她说女孩子在外面上学，手头不能没有钱。她80岁了，耳朵不好使，腿脚也不方便，家里闹的那些事儿，她可能都不太清楚。我不想因为我妈的事儿，就不去给她过生日。那就回去。你会陪我去吗？当然。我妈肯定会在。我知道。她可能会闹。让她闹。她闹一次，你就多看清一次。看清了，以后就知道如何跟他们相处了。
我这边筛选了3个比较靠谱的项目，一个是做跨境电商的，一个是做在线教育的，还有一个是做智能家居的。团队背景都不错，估值也合理。先约智能家居这个团队的创始人见一面，另外，跨境电商那个也约一下。行，我来安排。听说你们周6要去给苏婉奶奶过80大寿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别忘了，我老婆跟苏婉家可是同一个地方的。陈远，你做好准备，你丈母娘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她要是当着所有亲戚的面闹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苏婉已经不是以前的苏婉了，他妈闹一次，他就多一分清醒。以前他怕丢人，现在他不怕了。我只是怕他心软。你是怕苏婉看他妈日子过得惨，又忍不住伸手。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可能几个月就彻底改掉。他现在做得很好，但那是他妈还没有真正走到山穷水尽那一步。你觉得周6寿宴上他妈会装惨？不只是装惨，他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和苏婉头上。他会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我们见死不救，说我们有了钱就翻脸不认人。他会用奶奶的寿宴当舞台，演一场他这辈子最用力的苦情戏。那你们还去？去，不仅去，还要大大方方的去。他演他的，我们看戏。妈，粥凉的差不多了，您趁热喝。美琴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什么实话？桂芬和婉婉母女是不是闹翻了？妈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以为我老糊涂了？上回桂芬来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，她跟我说婉婉不认她了。还有小杰，3个月没来看我了。妈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那就慢慢说。我耳朵不好，你大点声。桂芬这7年陆陆续续从婉婉手里拿走了80多万。婉婉那个小家的房贷、生活费、车贷全靠她老公一个人扛着。前阵子苏杰要结婚，桂芬让婉婉再掏100多万给她买婚房。婉婉老公刚好被裁员了，实在拿不出来，桂芬就让苏杰去她公司闹，还到处跟亲戚说婉婉不孝。80多万，桂芬疯了吗？后来苏杰欠了40万债务，桂芬把老房子卖了给他还债，还是不够。他又去找婉婉，跪在人家门口哭，说见死不救。婉婉的孩子这些年得受多少委屈？您别太担心，婉婉现在硬气了，不像以前那样被他妈拿捏了。她老公陈远也是个好人，一直护着她。陈远那个孩子我见过几次，不错，是个能扛事儿的。桂芬这个人从小就要强。婉婉、小杰他们爸爸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把2个孩子拉扯大也不容易。可他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小杰，婉婉从小就没吃过几颗糖。美琴，你跟婉婉说，奶奶的寿宴她想来就来，不想来的话，奶奶也不怪她。婉婉来了，小陈也来了。大姑好，奶奶呢？在屋里呢，我刚给她梳完头。婉婉，今天你妈也来，还有苏杰也打电话说要回来。你妈说，今天是奶奶的大寿，一家人不管有什么矛盾，都先放下。我跟她说了，不能闹。她能不闹吗？我跟她说了，要是今天她再闹，以后这个家没人再向着她。婉婉，来，让奶奶看你。奶奶，我来看您了，祝您80岁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。瘦了，比上回见你瘦了1圈。没瘦，是您太久没见我了。拿着，奶奶给你的。奶奶，我有钱，您自己留着花。拿着，奶奶的钱不给你给谁？奶奶，您攒这些钱得攒多久？别哭，
今天是奶奶的好日子，不能哭。奶奶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给您买的一点东西，不成敬意。好，好，这孩子懂事儿。婉婉，你嫁对人了。奶奶，您来了。妈，您身体还好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妈，我来了。今天是我妈80大寿，老人家不容易，风风雨雨一辈子，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。今天大家能来，就是给老太太面子。来，大家一起敬老太太一杯。婉婉，好几年没见你了，听说你最近工作做得不错。表婶好，还行，刚进了公司的竞标小组。那挺好，听说你们还打算买新房子。可不是嘛，人家现在是有钱人了，看不上我这个丈母娘了。妈，有些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您提到这个话题了，我也说两句。这几个月，我们家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还是妈和苏杰，让我和苏婉出100多万给苏杰买婚房。妈，您说是不是？他是你小舅子。对，他是我小舅子，可他也是个成年人。他的婚事为什么要当姐姐的全款买单？陈远，你差不多得了！今天奶奶过生日，你非要闹是不是？苏杰，是你先闹的。妈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听不出来？苏婉，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？妈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：苏杰欠的那些钱，你是不是把老房子卖了还不够还？你少在这里教训我！我养你30年，你现在嫁了有钱人就忘了本儿。你们有2000多万的拆迁款，拿100万出来能怎样？桂芬，你刚才说婉婉有多少钱？你是不是想说她有钱就必须给你？那我问你，她这些年给了你多少？80多万，对吧？在座的各位都听听，80多万够买一套市里的房子了。桂芬拿这些钱全填了小杰的窟窿。可当初桂芬怎么对陈远的？骂他没出息，说他女儿可以嫁更好的。现在知道陈远有拆迁款了，又换了张脸。桂芬，你这样还配做一个妈妈吗？今天是我的寿宴，你要是再闹，以后别进这个门。小杰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奶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自己不争气，只会伸手跟别人要钱的男人。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奶奶，就把自己欠的债还清，别让你妈替你扛。好了，该说的说完了，吃菜。今天你妈走的时候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她大概没想到，奶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。你奶奶疼你，她这一辈子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重话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婉婉，你妈这个人，大姑不说她坏话，但你得知道，有些人，你越是对她好，她越觉得理所当然；你越让步，她越得寸进尺。大姑，我知道。奶奶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你妈以后应该不会再闹了。但你还是要守住底线，守住底线，才能守住你自己的日子。大姑，谢谢你。你爸要是还在，看到你今天这样，他会高兴的。小陈，奶奶跟你说几句话。奶奶您说。婉婉这孩子命苦，他妈偏心，他弟不争气，他从小到大没人教过他怎么保护自己。
谢谢你护着他。奶奶，我是她丈夫，这是应该的。没有什么是应该的，夫妻之间不是谁欠谁的。你愿意护他，是因为你心里有他；他愿意改，是因为他心里也有你。往后你们的路还长，会有孩子，会有新的难处，但只要你们一条心，什么坎都能过去。奶奶，我记住了。奶奶，我们得走了。带着，这是奶奶的嫁妆，你妈结婚的时候我都没给，今天给你。奶奶，您自己留着。傻孩子，奶奶的东西不给你们给谁？好好过日子。奶奶等你明年抱个大胖小子来看我。你确定要投这个智能家居项目？100万，可不是个小数啊！我看了他们3年的销售数据，产品复购率30%，用户差评率不到2%。创始人是做技术出身，脚踏实地，不画大饼。行，既然你做了决定，我全力配合。对了，跨境电商那个项目你还见吗？见，2个方向都看看，分散风险。各位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成功中标了。客户那边特别表扬了我们的配色方案，说非常符合他们的品牌定位。这个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是苏婉，大家给她鼓鼓掌。另外，根据公司规定，本次竞标成功的项目组成员每人发放绩效奖金2万元，苏婉额外奖励1万元作为方案突出贡献奖。小苏太厉害了，连续2个项目都拿奖，按这个势头，年底升职肯定有你。张姐，您别夸我了，我压力大。这可不是夸你，是实话。你最近半年进步太快了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以前我总觉得升职加薪是别人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只要不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拖着，我也可以做到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负责的项目中标了，还拿了个人突出贡献奖。那必须庆祝。想吃什么？我下厨。想吃你煮的红糖鸡蛋。就这？就这。陈远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上班也可以这么开心。人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就会开心，你只是以前被太多事儿分心了。今天的比上次好吃，说明我有进步。我们都在进步。奶奶，我来看您了。婉婉，你来啦！婉婉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奶奶这2天老念叨你。奶奶，您身体还好吗？好着呢，能吃能睡，别惦记。奶奶，这是我这个月的奖金，给您买了点营养品，还有1台电热毯，晚上睡觉别着凉。婉婉，你上次给奶奶的红包，奶奶还收着呢，不用再给了。那不一样，那是过生日，这是孝敬您的。好，奶奶收着，等你生了娃娃，奶奶给她包个大红包。奶奶，我以前不懂，总觉得一个人要对所有人好才算好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懂了，人要先对自己好，对自己身边的人好，其他的量力而行。长大了。智能家居项目的投资协议，法务那边已经审过了，没问题。签完字，第一笔50万，下周就能打过去。跨境电商那个项目呢？约了下周2见面。不过我事先给你打个底，那个项目的创始人比较年轻，可能会有点浮躁。
年轻不怕，怕的是浮躁还听不进去意见。对了，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，刘桂芬还在城春村住着。前几天我路过那一带，碰见她了，瘦了一大圈，看着老了不少。听说她找了份清洁工的活儿，1个月2000多，勉强糊口。你们家事儿，我不好多说。但是再怎么说也是你丈母娘。我跟苏婉说过，以后怎么对她妈由她自己决定，我不会拦她，也不会替她做选择。那苏婉知道她妈现在的情况吗？她知道。她每个月通过她大姑给她妈转1000块生活费。她主动给的？对，她说这是她作为女儿最后的义务，再多没有了。这样也好，不欠她的，也不被她绑架。李总找你。进来。苏婉，这次有个新任务，是个大客户，他们要求的风格比较特殊，需要设计团队驻场沟通。你最近的表现很突出，我考虑让你带队过去，但这个项目压力会很大，时间也紧，你愿意接吗？我愿意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敢打敢拼的劲头。去吧。小苏，那个驻场项目可不好做，听说上回小王去驻场，天天加班到半夜，人都瘦脱相了。张姐，我可以的。好。我等你回家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桂芬儿，你现在就在这儿住？没办法，老房子卖了，小杰欠的债还没还完。你跟婉婉真的就这样？他每个月托别人给我转1000块，说是养老钱。那不挺好的吗？起码他还认你这个妈。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你错没错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这趟来不是来帮你骂婉婉的，我是来劝你一句。劝什么？劝你别再去闹了。可是小杰他……小杰是成年人了，他欠的债，让他自己还，你不能帮他扛一辈子。桂芬，你为他卖房子借钱已经够多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先走了。苏姐，你这产量怎么又掉下来了？这个月已经是第3次了。机器坏了，不关我的事。机器坏了，你怎么不上报维修？你自己不主动上报，产量上不去，月底扣你绩效。哼！不行，我不能再找他。上次在奶奶寿宴上，他已经把话说绝了。可是不找他，我这点工资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债？陈远，跨境电商那个项目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创始人涉嫌数据造假，被平台查出来了，他们店铺已经被下架了。
几个投资人都在撤资。我们还没投吧？没有，上次见面我觉得这人不靠谱，建议你等等。赵磊，你做的对，这个项目我们不碰了。那智能家居那边呢？协议都签了，第一笔资金也已经到位，盯紧那一个就行。谁的电话？赵磊，有个项目出问题了，但我们没投。投资就是这样，踩坑是难免的，关键是踩坑之前能避开，踩了之后能爬起来。那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庆幸。庆幸什么？庆幸有赵磊帮我盯着。你当初说要创业，我还替你担心，怕你第一次做投资被人坑。被人坑是迟早的事儿，但只要核心团队不垮，就还能翻盘。赵磊是我信得过的人，这就够了。陈远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下周我要去外省出差，可能要待3天。驻场项目的后续？不是，是新项目，公司准备在那边开分公司，李总让我先过去看看。好事儿啊，这说明公司对你很重视。我以前总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嫁人、上班，给我妈转钱，周而复始，没什么盼头。直到那天，你说你被辞了，我抱着你哭了一晚上。那时候我以为天塌了，可后来才知道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。我还敢跟奶奶说，明年带个大胖小子去看他。那我们共同努力。都他妈落井下石，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？等我翻了身，一个个让你们还回来。我姐要是一开始把钱给了我，哪有这些破事儿？她偏偏不给，她明明有的。妈也没用了，老房子卖了，钱全给了债主，她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。不行，上次在奶奶寿宴上，她已经把话说绝了，可是不找她，我还能找谁？苏杰，你这个月的考勤记录自己看过吗？我那是身体不舒服。哼，不舒服？我看你是舒服的过头了吧？还有产量，连续3个月全车间垫底，按常理规定，只能跟你解除劳动合同。这是离职协议，按流程，工资结到今天为止，下个月10号打到你卡上。你们凭什么？我在这干了3个月，说开就开。凭你连续3个月不合格，凭你旷工3天，按公司规定视为自动离职，够不够？你们等着！刘桂芳，开门！别给老子装不在，你屋里灯亮着。老太太，我们也不想为难你，但你儿子借的钱总得还吧？这都拖了多久了？刘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最近过得还行？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你儿子苏杰欠的钱拖了快这么久了，搬家了都不通知我们一声，害得我们好找。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。没钱？刘阿姨，你儿子苏杰可是写了保证书的，还不上，家属连带。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，我不知道。刘阿姨，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就跟我们说说你儿子在哪儿，我们去找他，不来烦你。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
电话也打不通。你是他妈妈，你不知道？刘阿姨，麻烦你通知苏杰一下，这个钱是他借的，他赖不掉的。所有人都躲着我，我是瘟神吗？婉婉她有钱，她老公有钱，2800多万，拿个零头就能救她弟弟的命，她凭什么不拿？妈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婉婉，妈求你了，小杰那边……如果是苏杰的事，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拿钱替他还赌债。好，你不帮是吧？那就不要怪妈了。怎么起这么早？我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，凌晨3点。又为了苏杰？她说求我了，以前是理直气壮的要钱，这次是真的在求。她说讨债的找到她住的地方了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苏杰的事儿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拿钱替他还赌债。老公，我是不是太狠了？你怕他真的出事儿？她毕竟是我妈。他自己住的时候，你每个月给他转生活费；他生病了，你帮他交医药费，你做的够多了。他只会觉得我有200多万，为什么不全部拿出来帮他？对，所以不管你给多少，他都不会满足。我不会再给他钱了，苏杰欠的债，让他自己还。好，你让我找的那个海归博士，我接触过了，他想做人工智能医疗影像，技术确实是国内领先的，但他之前被好几个投资人拒绝了，因为商业模式还不清晰。别人不投，我们投。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专利，这个方向5年之内一定会爆发。那你打算投多少？500万，占股15%。另外再拿出100万帮他搭建销售团队。600万，这可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。投早期项目，要么不投，要么就投够。他做成了，回报就是100倍、1000倍。陈远，你变了，现在的你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投资人。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说得好。对了，嫂子最近怎么样？挺好。刚升了设计副总监，下周要去外省带队做一个大项目。你们2口子，一个搞投资，一个搞设计，事业家庭双丰收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婉婉，妈求你了，救救你弟！妈，这是公司门口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闹？你电话不接，门不让我进，你是不是要逼死你亲妈，你才甘心？婉婉，妈妈给你跪下了，妈求你了，你老公有拆迁款，拿一点出来救你弟弟，就那么难吗？妈，你起来。就是你跪我也还是那句话，苏杰欠的钱，我不会拿1分钱替他还。好，好得很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养了30年的好女儿，亲弟弟快被人打死了，她都不管，这种人还配做人吗？各位同事，既然我妈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家丑扬出来，那我也不怕说清楚。这7年，我给我妈和我弟拿了80多万，我弟拿这些钱去赌博，欠了高利贷。我妈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替他还债，还不够，现在要我拿钱继续填这个无底洞。阿姨，您别闹了，小苏不容易，您当妈的应该多为她想想。苏婉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你别后悔。我托朋友查了一圈，这是讨债的人拍给我的，保证书上连带担保人是刘桂芬，也就是说苏杰不还钱，讨债的有权找刘桂芬要。他没跟我说过。另外还有7、8笔小额的欠工友的钱，
欠前同事的钱，欠棋牌室的钱，几百到几千不等，加起来大概2万多。苏婉，我不是吓你，苏杰这个窟窿是填不满的。赵磊，谢谢你，这些资料我能带走吗？当然。本次方案围绕品牌年轻化核心，从视觉升级、成本控制、落谢周期3个维度做了完整规划，完全匹配你们的上线需求。苏设计师，这个方案非常好，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我们决定全部采用你的方案。苏婉，干得好！公司决定从下个月起正式任命你为设计部副总监。小苏，太厉害了！副总监，你这升职速度快赶上火箭了。张姐，您别夸张了，我可不是夸张。现在看你站在台上给客户讲方案，那气场、那自信，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以前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那些无底洞上，现在我把那些精力收回来，放在自己身上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请人查的，苏杰所有的债务明细，不算已经还了的，还有大大小小11笔，总共35万8千。还有这个，苏杰在保证书上写你的名字，写你是连带担保生。他不知道，他跟我保证过不会写我名字。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苏杰骗了你。他骗你卖房子，骗你当担保人，骗你说做生意亏了，其实全是赌的。可他是你弟，你不能不管他。他拿了钱就去赌，输了就借，借了再赌。你卖房子替他填窟窿，他连句谢谢都没说过。妈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气你的，我可以不追究以前那些钱，但我不会再出1分钱替他还债。你的养老我会管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给，但苏杰欠的钱让他自己还。妈，我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婉婉，你爸要是还在就好了。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姐，我想跟你谈谈，上次奶奶寿宴上是我太冲动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姐，你再帮我一次，就最后一次。苏杰，你知道你现在欠了多少吗？35万8千，你还写了妈的连带担保，讨债的天天去找她。你知道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？城中村，她1个月挣2000多块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又不是我不让她过好日子，你要是一开始愿意帮我，哪有这些事儿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错？就是你的错，你有钱凭什么不帮我？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吗？在工厂打螺丝，1个月4000块，还要被债主追。你是亲姐，你就见死不救。苏杰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每次遇到困难就找我和妈，你真以为全世界都欠你的吗？你少教训我！你以为你多了不起？不就是嫁了个有钱老公吗？拆迁款是陈远的，又不是你挣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这位先生，这里是写字楼大门，你不能在这里闹事，请马上离开。我找我姐要钱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走开！带走。苏婉，你等着，你别后悔。我们的算法可以把医学影像的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7%，比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高出4个百分点。4个百分点
意味着每100个患者里就能多救4个人的命。技术确实是领先的，但周总，我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：你的技术这么强，为什么之前被好几个投资人拒绝了？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商业模式不清晰，医院采购周期长，落地难度大，短期内看不到回报。那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有些事儿不能用短期回报来衡量。我愿意花10年时间把这件事做成，哪怕10年不赚钱。我投你600万，占股15%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接受我帮你搭建销售团队，把技术落地到医院。我不催你赚钱，但你不能闭门造车。600万，之前最高的报价是200万，占20%。我给你600万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因为钱的事分心，你只管把技术做好，落地的事交给专业的人。陈总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600万，你还真敢投？我刚才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他在讲到多救4个人的时候，声音变了。那种人不是为了钱创业的，这种人值得赌。你是越来越有投资大佬的样子了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那些人下手也太狠了。妈，你别走了，姐不管我，我现在就你一个人了。妈不走，妈就在这儿照顾你。妈，那些人说下周1之前再不还钱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妈，我怕。别怕，有妈在呢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以后我照顾你。姐那边每个月给您的生活费，再加上我能挣点钱，也能勉强过日子。小杰，你是说真的？真的，妈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没好好孝敬您，以后我来照顾您。小杰，你懂事了，妈高兴。 3个项目，最有潜力的是 AI 医疗。明年我们的重心要放在 AI 医疗上，智能胶居和跨境商图保持稳定增长就行。明白。陈远，你现在管理着2000多万的投资组合，越来越像个专业的基金经理了。基金经理管的是别人的钱，我管的是自己的钱，压力不一样，动力也不一样。对了，苏杰现在跟他妈住在一起，他前几天被讨债的人打了一顿，鼻梁差点断了。 苏婉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没跟他说。暂时别跟他说，她现在怀着孕，不能操心这些事儿。怀孕6周了。我操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恭喜啊！等孩子出生了，让你当干爹。那必须的，到时候红包少不了。妈，就5万。 5万块对姐来说算什么？你就跟她说你要看病，说你腰疼的起不来床，她肯定会给的。小杰，上次我按你说的跟他借5万，他让我开发票，她不是以前那个好骗的傻姑娘了。那你就真去医院开个发票啊，找个熟人医生，随便写个诊断。你让我去骗你姐，这怎么能叫骗呢？这是借，等她给了钱，我翻了身加倍还她。 你上次让我骗他说交房租，他问我房东电话。你上次让我骗他说要还高利贷利息，他把利息算给我看，问我还了多少本金。小杰，你姐现在不是一个人，她身后有你姐夫，你以为你骗得了谁？那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些讨债的打死，你还是不是我妈？妈。 我是你儿子啊，就5万块，最后一笔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，再也不借了。最后一次。打陈远的，打姐夫的电话。妈，什么事儿？小陈，妈想跟婉婉说句话，她怎么不接电话？她在开会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。 妈，如果是苏杰的事儿，您不用再说了。您的生活费我们按月给，其他的没有了。挂了，他就这么挂了，都他妈见死不救！你们都等着，我要是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们！
陈总，下周一科技峰会的演讲稿我发你邮箱了。另外，今天的财经新闻头版有我们的专访。标题太夸张了，我们现在管理规模只有几千万，离崛起还差得远。几千万已经不小了。1年前你还在拿着200万拆迁款到处找项目，现在你的投资组合里有5个明星项目，你这增长速度放在哪个行业都算火箭了。上市不是终点，是新的起点。让法务部把智能家居的 IPO 材料再过一遍，确保没有问题。另外 ，AI 医疗的周总那边约一下，下周3我要听他亲自汇报落地医院的进度。下面有请本次峰会最年轻的女性主讲嘉宾，远航设计事务所创始人、前知名设计公司副总监苏婉女士。谢谢主持人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设计之外，一个女性设计师的成长之路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是怎么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普通设计师做到现在这个位置的？我的回答是，我把以前花在讨好别人上的时间全部收回来，花在了自己身上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有谁也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我想告诉你，低谷不是终点，是你重新出发的起点。刘阿姨，你来的正好，都拖了这么久了，你儿子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我没钱，你们别动他。每次都这句，你以为我们跟你开茶话会呢？妈，救我！妈！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我儿子被几个放高利贷人打了，他们现在就在楼下，手里有凶器。地址是城南街道城中村，他们3个人骑着摩托车，车牌号我记下来了，你们快来！快走！你疯了！你报警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们出来以后会怎么对我？你害死我了！那也比看着你被打死强。刘阿姨，您把事情的经过再详细说一遍。那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找您儿子要债的？去年年底，那时候欠了40万，我卖了老家房子还了一部分。他们来过好多次了，这次是第几次我也数不清了。他们有没有使用暴力？今天打了，前几天也打了。小杰膝盖肿得走不了路，鼻梁上缝了3针。姓名？苏杰。知道自己为什么进来吗？我知道，我欠了高利贷，赌博输的，我还不起了就躲起来了。他们找到我妈，逼我妈替我还。我妈今天报警了，她怕那些人也怕我出事。你妈妈刚才在隔壁说了，她说她知道报警以后在家里可能会被人报复，但她还是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妈说，被抓进去也比被人打死强。她说完这句话就哭了，是为你的不懂事哭。根据调查和监控，持凶器暴力催债的几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被刑事拘留，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。苏杰，你作为被害人，同时也是赌博违法行为的参与者，按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检察院也会提取公诉。你妈在隔壁等你，她这几天瘦了，有什么话跟她说清楚。下面有请远航资本创始合伙人陈远先生上台领奖。有人问我投资的秘诀是什么，我说投人不投项目。一个靠谱的团队比100份漂亮的商业计划书都重要。今天我还想借这个场合感谢一个人，我的合伙人赵磊。3年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选择相信我。同时也感谢我的太太苏婉，她让我明白
一个人真正的成长，不是学会讨好世界，是学会为自己而活。远航资本，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苏总，省博物馆那个城市更新项目的设计定标，我们入围了最后一轮。甲方说您的设计方案是6个入围团队里最有创意的。通知团队成员，今天下午开项目启动会，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。明白。对了，苏总，有人送了花来。敬苏总，敬我们，敬每一个为你自己而活的日子。妈，我在这里面想了很多。以前我总觉得，凭什么我姐他们有钱不给我花？凭什么他们过好日子，我就要被讨债的追？后来同监室有个老大哥问我，你姐欠你什么？你妈欠你什么？他们上辈子该你的，我答不上来。是我欠你们。还有半年就出去了，出去以后我想去找姐，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。你姐上周来看过我，她说你欠她的钱不用还了，你好好做人，比还她多少钱都强。妈，等我出去，我来照顾你。叶安，别跑太快，小心摔着。姑母，蝴蝶飞走了。妈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坐。外婆抱抱。念安又长高了，比上回见高了一大折。陈总，远航资本成立3年，从起步做到如今管理规模超过10亿，投出了3家上市公司。您被业界称为最具眼光的投资人。回顾这3年，您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？最艰难的时刻，不是没项目可投，也不是资金链紧张，是我创业之前家里的那段日子。能详细说说吗？那时候我爷爷的老宅刚拆迁，补偿款到账。我的妻子苏婉是个伏地魔，这不是贬义，这是事实。我不知道那笔钱会被填进多少无底洞，所以我选择了隐瞒。我让他以为我被公司辞退了，以为我们家陷入了财务危机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的母亲和弟弟依然逼他拿钱，他被逼到了绝境，然后他醒了。后来呢？后来他第一次拒绝了他母亲。再后来，他跟我说以后的日子，他想为自己活。陈总，作为投资人，您最成功的投资是哪一笔？您进协会才2年就升副会长了。几年前，我还是一个连竞标小组都不敢的设计师，怕自己做不好。现在回头想想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陈远，你还记得5年前那个晚上吗？你说你被裁员了，我抱着你哭了一整夜。记得，第2天你就给你妈打电话了。那时候我以为天塌了，后来才知道天没塌，是你把天撑住了，让我自己抬头看。你后来抬头看得挺好的，国家级设计奖得主，你靠自己一步步走上来的。你当初装穷骗我，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有点生气。我要不骗你，
你怎么会醒？也是，以前的我，要是知道你有280万，第一反应肯定是算能给我弟多少。后来奶奶给了我镯子，她说我是苏家的孙女儿，也是陈家的媳妇儿。她说，人到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自己是谁。你现在知道自己是谁吗？知道，我是你老婆，是念安的妈妈，是我自己，苏婉。敬苏婉，敬陈远，敬我们。16今年大丰收，给你们摘了送来。姐夫，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准备开个小的电工维修部，以前欠你们的，我想一点一点还。先坐吧，维修部的事儿慢慢说。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就是想着大家都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以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，不吵架。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。苏杰，你的维修部下周开业，姐没什么好送的，我让陈远给你准备了份开业红包。姐，以前的事儿不用说了，你能变成今天这样，姐高兴。那20万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妈的，你替她保管，别让她再吃苦。奶奶走了以后，我经常想起她说过的话。她说，人到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自己是谁。